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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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被他套我身上了，部电影乱套了，电影圈彻底乱套。2026年的暑期档绝对是史无前例的。就在大洋彼岸，好莱坞巨头们正在焦头爛額地算計着无数美元的特效虧損，而咱们国内的院線里却橫空出世了一头让所有電影大佬集體陷入降智打擊的怪獸。对，就是它，一部名叫《牛來》的國產動畫電影。制作成本網傳區1萬塊錢，是人民幣啊，不是美金。上映多日，票房一度在幾千塊的泥潭裡苦苦掙扎。可就在最近，它的累計票房硬的給幹到了2400萬，2400倍！我的發，這是個什麼概念？哪怕你把巴菲特的棺材板掀起來，他在 A 股裡玩一輩子槓桿，看見這個投資回報率也得連夜去報個財務補習班。1萬塊能幹嘛？在大城市不夠你租2個月的合租房，不夠你買個像樣的顯卡，甚至不夠劇組吃幾頓豬腳飯。但人家硬是用這筆微不足道的資金，在電影院的熒幕上硬的搓出了一部讓全網狂歡的賽博奇觀。這哪是電影，這簡直是當代電影工業一場行為藝術大地震。大招就帶大家用一種極其刁鑽，絕對讓你拍大腿的視角，好好扒一扒這頭橫衝直撞的牛來，究竟是怎麼把整個電影圈的遮羞布撕了個稀碎。我是白放大招，歡迎來到老宇治。各位咱們先回溯一下歷史。過去咱們看電影講究的是個馬，叫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拍一部大片沒個3、5億的宣發預算，沒幾個流量明星在海報上 P 的連親媽都認不出來，沒幾個好萊塢特效團隊熬出了幾百個頂尖程序員，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資本入場，大廠背書，路演跑斷腿，熱搜買到飛起，這叫標準的現代電影工業流水線。結果呢，觀眾買完票一看，特效是好特效，畫面是挺精美，劇情呢卻是真如嚼蠟。散場的時候大家腦子裡一片空白，只留下一句：哦，特效挺貴，下回別拍了。就在傳統電影工業陷入這種越砸錢越平庸，越平庸越虧錢的死胡同裡，牛來帶着他那股子撲面而來的原生態泥土風芳登場。他的幕後班底是個什麼神仙配置？導演信宇門跟他媽，沒錯，是他媽，倆人一台家用電腦，耗時5年，純手搓。那建模粗糙的，有網友直接調侃是用 Win98 摳出來，那動作僵硬的，就像是剛學會走路的機器人得了風濕病。那台詞功底尬的能摳出30億聽。按理說这種片子擱在以前，純屬典型的院線一日遊選手，甚至連排片經理看見他都得連夜把名字改成查無此片兒。剛上映那幾天，它的總票房也不出所料，只有7000多塊錢，創下了中國電影史上的精準扶貧新高度。導演在家估計已經在盤算着要不要把家用電腦掛在閒魚上回血。但命運的齒輪偏偏就在這個時候發出了極其詭異的咔嗒聲。古語有言：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案，流必揣之。但在互聯網時代，這句話得改一改，爛到極致梗必出之。最開始先發現這部電影的是一群嗅味極其靈敏的互聯網野生樂子人，有沒有這麼爛的片的心態走進了影廳？結果一進去整個人都被淨化。那畫面、那劇情、那撲面而來的純手工質感，瞬間擊中了當代年輕人那顆飽受精致利己主義跟內卷折磨的心。沒有資本的虛偽，沒有流量的做作，這裡邊全是真的，全是一個母親跟孩子用汗水跟鼠標左鍵一點一點砸出來的真誠。於是互聯網炸了，有人發微博吐槽這特效我用畫圖板都能做出來，有人呢在豆瓣寫長評，這是一部具有德里達式解構主義傾向的後現代工業挽歌。還有人直接把片名跟近期撲朔迷離的股市聯繫在一起。牛來，這絕對是老天也暗示我們的金融玄學。走，兄弟們，賽博上香，買票祈願去。你瞧，這就是當代年輕人的腦回路，他們不怕東西爛，就怕東西不好玩。當全網的群嘲變成了一種社交貨幣，事情的性質就徹底變了。這時候看牛來已經不再是一項文娛消費，而變成了一場互聯網行為藝術。如果你沒看過牛來，你在朋友圈聊天連表情包都接不上。為了合群為了在這個梗裡主動走個面，大波連電影院門朝哪兒開都不知道的網友紛紛掏出了手機買了電影票。
他們進去不是為了看電影，是為了朝聖。看完出來以後第一件事不是骂街，而是立刻掏出手機發小紅書、刷抖音。同志们，我去看过了，確實離譜，但是帶着使命去。這種現象用咱們老祖宗的話講叫啥？眾口鑠金，積毀銷骨。No， 這叫眾流成海，借勢造神。老子在《道德經》裡講過，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敝則興。意思是說委曲求全反能保全，彎曲反而能伸直，低洼反而能充盈，破舊反而能翻新。當一部電影把自己爛到了低谷，它反而卸下了所有傳統商業大片背後的沉重包袱，在互聯網的洼地裡匯聚成了滔天的洪流。隨着電影票房一路飆到2400萬，整個電影行業徹底坐不住。那些投資個幾個億，天天琢磨着怎麼做視效大片，怎麼搞明星營銷的大廠高管們，坐在辦公室裡看着財務報表，腦門子上冒出一個整齊劃一的問號：這憑嘛我們精雕細琢全產業鏈流水線產出來的工業糖精，票房被一部家用電腦手搓出來的 PPT 動畫片摁在地上摩擦？這就逼得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更深層次的痛點。在今天的注意力經濟時代，傳統的電影工業底層邏輯是不是已經徹底過時？過去我們認為電影的核心資產是內容品質，劇本要嚴絲合縫，特效呢要好萊塢級別，演員要德藝雙馨。但牛來用一記響亮的逼斗告訴我們，在注意力被極度撕裂的今天，內容固然重要，但情緒價值跟社交貨幣才是真正的降維打擊武器。傳統電影賣的是商品，你花50塊錢買2小時的視聽享受，貨銀兩起，誰也不欠誰。而牛來賣的是啥？他賣着一場全網共謀的狂歡入場券，觀眾買的是那張電影票，本質上不是為了看那頭畫風崩壞的牛，而是為了買一張通往互聯網輿論場的 VIP 門票。他們在電影院裡拍屏、吐槽、發彈幕、做二創，他們是在消費自己情緒，是在借由這部電影完成一場對當代快節奏生活跟同質化審美的集體叛逆。這讓我想起了中國古代那些民間雜耍，那些走江湖的藝人，論唱功比不上宮廷樂師，論服化道比不上王府的戲班，但人家把場子給熱起来，能讓台底下老百姓笑出眼淚，齊聲叫好。為什麼？因為它接地氣，因為有活氣，因為這裡邊沒有高高在上的說教，只有同甘共苦的荒誕。牛來就是當代電影界的民間雜耍，它雖然粗糙，但它有着傳統工業大片身上早就死掉的極其稀缺的生命力。當然了，話又說回來，大刀在這兒絕對不是鼓勵大家用家用電腦做 PPT 動畫，然後指望靠網友同情心去刷2000萬的票房，那屬於刻舟求劍，是要挨罵的。牛來的成功是一個無法被輕易複製的孤本，它天時地利人和，它缺一不可，它恰好趕上了暑期檔，網民情緒需要宣泄的窗口期，它的片名恰好撞上了全民對牛市的渴望與玄學的寄託，它的幕後故事恰好完美契合當代年輕人對草根逆襲的浪漫想象，但它給我們留下思考卻是極其深刻。孟子曾經說過，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算法編織的迷宮裡，在資本堆砌的巨獸面前，牛來用最笨拙的姿態證明了一件事兒：真誠，哪怕這種真誠看起來極其滑稽，永遠是互聯網裡威力最大的核武器。當電影公司們還在瘋狂內卷宣發費用，到處買熱搜雇水軍的時候，觀眾早就對這種套路審美疲勞，大家寧可去電影院看一頭建模崩壞的神牛，也不願意去買單那些毫無靈魂的流水線罐頭。因為在冰冷的算法跟完美的特效面前，人類天然的渴望看到一點不完美的人性，哪怕這份不完美是用5年的堅持跟無數個崩潰的夜晚換來。好了，同志們，看着這頭在票房榜上一路狂奔的牛來，大招心裡是很感慨。在這個人人都在談論降本增效的時代，一部成本僅有1萬塊錢動畫片，硬的用2400萬的票房，給死氣沉沉的電影市場鑿開了一道裂縫。它讓我們看到，電影的邊界從來不應該被資本跟工業標準所壟斷。至於這頭牛最後的究竟能跑多遠，它會不會變成中國電影史上一個轉瞬即逝的互聯網泡沫，其實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當我們在電影院裡笑得前仰後合，在彈幕裡瘋狂刷屏的時候，我們參與了一場屬於這個時代獨一無二的集體記憶。正如莊周夢蝶，夢蝶莊周，究竟是我們這群在生活中當牛做馬的打工人，
走進了電影院去看那頭牛，還是那頭牛終於衝破了現實的牛棚，撞開了我們每個人心中那扇渴望的荒誕、渴望釋放的門。家人們，記得點讚訂閱，把這個視頻轉給你身邊那個還沒看牛來的怨種朋友。因為在這個時代，有人出生在羅馬，有的人出生就是牛馬，而牛來呢，他直接從牛棚一路狂奔，把整個電影圈的臉踩得噼啪作響。